那不是腿吗？棺木里竟然出现了一条腿。随着考古专家的一声大叫，让所有人顿时愣住了。棺木里居然出现了一条腿，明明古墓已经在地下埋了1000年，怎么可能出现光滑柔软以及色泽鲜亮的人腿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随即胆大的考古人员则透过棺材板缝隙向棺内探去，一副完完整整的女尸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随着不符女尸的出现，也让专家组兴奋起来。难道说连云港这个阴冷潮湿的环境当中也可以出现不腐尸体？可以说是个奇迹。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们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接着往下看。2002年，江苏连云港为了提升城市规模，需要建设道路，所有的机器和施工队都在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。而就在黄师傅的挖机下，一块不同寻常的木板嘎擦被挖掘机一铲子就带了出来。见多识广的黄师傅感觉不对，因为这样的木板在当今社会是无法看到。让他更不敢相信的是，自己的小小举动竟然会震惊世界。很快修路挖到古墓的消息就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得知。考古专家到现场勘察后，分析得出结论，这是一座属于汉代古墓葬群。假如真要是被专家说中的话，那么这座古墓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为何在上千年当中，古墓的形状和外形还能如此完好？而且在挖开地下土方时发现，这里面的古墓棺材并不是一具，而是连串着多具棺材。一般来说，在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所谓的棺材和墓地，一些普通百姓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埋葬方式。那么这也就是说，刚刚出土的古墓就是一座大官权贵的贵族坟墓。如今的连云港就是古代大汉东海郡所在地。连云港作为海上贸易区，在那个时候就有盐商停留，而当时守卫东海郡的太守西郭宝的墓葬也在20年前被发现。那么今天的墓葬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吗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考古专家先是清除古墓上的淤泥，但清理完1号棺和2号棺都没有发现跟太守郡有任何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棺木里的陪葬品都毫无价值。虽说1号棺和2号棺都未发现有价值的宝贝，但围观群众还是把现场围得严严实实，都想看看上千年前古人是什么样子。那不是腿吗？棺木里竟然出现了一条腿。在棺叶的表面啊，飘着一只脚。当时这个脚啊，腿啊，呈那个藕白色。哎呀，我看了以后，我心里是蹦蹦的跳啊！千年女尸破土而出，这是我国驯马王堆不腐女尸第2具没有腐烂的女尸，也是在特殊环境下保存最好的依据。当专家看到千年不腐女尸后，也十分震惊，因为在她不腐的皮肤下面，还能清楚地发现用绳索捆绑的痕迹，而且下腹部还有一处5厘米左右的空洞，这样的空洞足够让女子当场死亡。那么这位千年不腐女尸到底是怎么身亡的呢？是意外还是人为所致？正当大家一头莫展的时候，2号墓的盖板上出现了2个大字，上面清晰地写作东宫2字。难道说这是墓主人的名号，还是有其他暗示？此时天色暗了下来，考古专家不得不把余下的3号棺椁拖回到实验室，等待第2天再继续开棺。时间来到清晨，专家首先撬开了盖板，但令人吃惊的是，这具棺木跟其他2具不一样，在打开的盖板下竟然还有一层厚厚的盖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墓主人的身份有所区分？拥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专家认为，想要看清楚古墓，首先就要清理内部的积水。对于连云港来说，这个城市靠近大海，地下水相当丰富，所以棺木内都是满满的积液。想要用铁锹在棺底钻个洞把积液给放出来，但无论使多大力，棺材底部就无法钻通。没办法，想要看清内部情况，
只能从上面撬开，再一点点的咬出去。随着专家一步步撬开，一只像藕颜色似的东西出现了。两根那个藕一样的东西，就是类似于好像3天啊5天啊没卖掉的那种藕，那种颜色一个东西。哎，我说这个玩意什么玩意儿？这可把所有人给愣住了，大家惊叹这是什么万一？为何在地下经过几千年的浸泡还没有腐烂？甚至有专家用手指去触碰，感觉到丝丝顺滑。那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呢？那不是腿吗？棺木里竟然出现了一条腿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大叫：“这不是一条腿吗？”而在女尸的陪葬品当中，竟然发现了一枚印章，并且是带皮寿的龟纽铜印章，上面清楚地雕刻着墓主人信息：林氏惠平。因为在汉代能够拥有龟纽印章的，都是有一定身份和爵位。既然是有官位的女子，那么她的来历就不会太简单。为何又会离奇的被人捆绑，甚至在伤口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就被人埋了？随着腿的出现，这也让考古专家害怕了。要知道，明明封存了2000多年，尸骨依然清晰不腐有弹性，而跟空气接触后是不是会有其他变化呢？专家立马对尸体进行保护起来。当尸体全部展现在世人眼前时，大家惊讶地发现，女尸肌肤白皙柔软，就跟刚睡着了一样，甚至皮肤都吹弹可破。最让考古专家不解的是，在我国古代一直是男尊女卑，而这位女墓主人完全超过了前面的男主人。这才是墓主人的神奇之处。为了找到真相，专家只有继续在女尸下寻找有力证据。就在这时，盒子里的一枚印章，而且印章是铜制的，这可是当朝政府官员才能拥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古代女性为官的的确很少。难道说这位墓主人或又是皇室成员？为了证明女主人的身份，专家继续在棺木中寻找证据。但此时棺木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与有关联的物品，都是简单的生活用具。这显然与拥有铜印章的身份大不相同。相比官员或皇室成员来说，这样的陪葬品简直是太可怜。正当大家还在为林惠平身份不解时，考古人员发现死者身上还有一处宽达5厘米大小的空洞，而且女尸每一处肌肉上都有捆绑的痕迹。那这些外伤又是在死后被人处理的，还是生前就被人致死的呢？这一系列问题又该如何解释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们下一期揭晓答案。